应该就是就会有讲解包介绍国内的风格。那时候他有丢给我一个列表说，你们想要听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好像对那个理论方面的，好像大家兴趣比较好。那我就从他列表里面找出了Monad Transfomers。那在我们生命大里面，上一次讲Monad Transfomers呢是2014之类的时候，所以那就可以，应该大部分都没有听过，可以听，你就可以好，我们再听一次。大家好。Everybody understand Chinese? That's great.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知道这一次这算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地震，有寒流，也有我，所以你们来这边应该是因为真的很爱寒暑假的连城，我也是，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我叫李永昌，是我的中文的名字。我波兰的名字，我是来自波兰的，叫Pawel。OK， 所以这个演讲我尽量讲中文的，因为我有答应Cindy，我会这样做。所以就是有一些关键字，有一些 keywords， 我会说英文的。Some keywords will be in English。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待会你们对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想要在 Google 上一下。找一下，我觉得找英文的会拿到比较多资料，所以这个搞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讲英文的关键字我讲错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这是好事情。好的，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为什么想讨论这个话题？我自己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很方便的，也很漂亮的概念。可是我有看过一种文章，有一个人说，虽然他觉得 Haskell 还是可以的语言，他觉得 Monad Transfomers 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这个让我想起来一种故事，因为我很喜欢去露营，我很喜欢登山。只有一天，我跟我的女朋友去绿岛露营。我们一整天玩得很开心，可是然后呢，晚上我回去的帐篷，发现了在我帐篷上面有一种大概我希望，因为是为了面子，我会说大概那么大的蜘蛛，一个 spider，OK， 我在想，该死，我今天要去哪里睡觉？可是呢，我刚刚有这样想过，我女朋友就过来了，她看到，哇！看起来那么健康，我一辈子都没想过，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话，他是很健康的，但不是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妈妈。可是他突然有这样说，我马上就有感觉，他不是那么还可怕的，我改变了我的态度。那为什么我在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 spider 可能一个蜘蛛可能有点像一个 Monad Transformer 一样。因为一个 Monad Transformer 呢，不好意思，一个 spider 呢，一个蜘蛛有只脚，是吗？8只脚，是它生气了吗？生气了吗？是吗？8只。OK， 我要靠近一点，看一下比较清楚。可是一个 Monad， 一个 Transformer 它可能有6个，可能有8个 Monad 在里面。可是有一些人已经说 Monad 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 Transformer 应该可是我觉得你看，有可能这个 Monad Transfomers 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在里面，可能它有盖起来很健康的 code， 一种很健康的架构可以帮我们写比较好的程式。那这就是我的原因啊。如果接下来的内容你们都没有懂，我只是希望可能未来你们遇到一个蜘蛛，不是马上就打死。所以可能可以给他另外一个机会，如果他是健康的话。OK， 可是这是为什么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会听我说的？你们认得这个图片吗？有没有人认得？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对，这是星际大战。不是吗？是啊。是 Luke Skywalker
认识到 Obi， 然后呢，然后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冒险故事就开始了，对吗？可是虽然Luke的之前的生活很无聊的，但是在农场工作的。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他说：“嘿，Luke，你明天早点起床吧，你去乡下找一个老伯伯，跟他拿一下一种金属的把手，就是 metal handle， 他应该不太想去，是吗？听起来不太好。可能 Monad Transformer 也听起来不太好。可是他认识这个 Obi-Wan， 就他的生活有一种很重要的改变。可是为什么他会找他？因为我发生一件事情，需要让他做一种决定。所以呢，我希望我这边的今晚的演讲，也有一种像一个电影，像星际大战一种架构。OK， 我想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base， 我们的基地。OK， 另外一个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 discovery， 发现。那然后第3部分是我们的旅行。OK， 所以有3个部分，我希望每一个事情。在每一个部分，你们会拿到一种东西，然后把它变成更有价值的事情。OK， 那最后一个事情，我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这个 quote 应该中文叫做引述，是吗？引述是吗？它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它的意思是真正的发现的旅行，不只是要找新的地方可以看。可是它在于具有新的眼镜、新的目光、新的眼光看世界。因为其实找新的东西可以学，就是像消费一样，消费更多东西是更容易的事情。可是它并不等于真的看透、了解这个东西。好 ，OK， 所以这是我的 introduction。所以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我是不是讲太快？不会吗？要讲快一点吗？你们可以早一点回家。好的。所以第一件事情 ，OK， 我们的 base， 我们的基地，我叫这个基地 Monad，OK， 所以我想先复习一下，一些我觉得有关 Monad 的重要的就是特性 ，OK。Monad 在现代的函数式的编程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我们很喜欢使用 Monad，然后 Monad 这是对的，应该是对的。Monad 呢，它有不同的implementations，OK， 我们有不同的 Monad， 比方说Navy， 或者 Reader， 或者 Writer， 或者 SDM， 或者 Parser， 更多不同的 Monad， 他们都有 Monad Type Class 的一个 instance， 可是都有一种不一样的功能 ，OK。然后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Monads， 他们就是很 specialized 的data type。每一个 Monad 它提供我们一种很特别的环境，跟特别的一些我叫他们服务一种 services 环境 environment and services 是吗？为了解决一种很特别的问题，或者提供一种比较方便的方法解决一种问题。所以比方说这个，等一下，我有方法。等一下。已经关了。可以。看得懂吗？看得出来吗？是不是有点小？哦，太好了，谢谢。没有，在旁边不会切掉，因为它有 margin。OK， 其实如果你们有电脑，如果你们有带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话，你们可以
打一个 IP， 因为这个你们也可以自己看。OK，you can enter an IP， 如果有人想因为它是在 local network。or 3000 10.2.2.78 or 3000。没关系。WiFi 密码。密码对啊 ，WiFi。它在这个墙壁应该有。Fox 之 Mosa FOX dash MOSA 密码的。神秘。OK， 所以一个举一个例子是吗？比方说 state monad， 我说 environment 跟 forward 是什么意思？比方说 state monad 的 environment 是它提供我们一些 variable， 比方说s 就代表我们的 state，a 就是 value， 对，它只有 a 跟 s， 然后就是它的 environment， 然后它的服务呢，它的 service 就是 get 或者 put， 还有modify 就是另外一个，这些它的服务就是专门可以帮我们改变state， 然后查 query 这个 state 是吗？可是虽然这个 monad 这个 state monad 可以处理我们的 state 或者管理我们的 state 非常好，它没有其他的功能性。它并不了解什么 error handling， 并不了解意外。OK， 然后呢，我想问你们一下，或者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我们 monad 会那么流行，我们那么喜欢用 monad， 那我们 monad 的力量 ，the power of monad 就是在于哪里 ？OK， 来简单的来说，它是不是为了 keeping state pure？ 是不是 about state? Is monad about state? Is monad about side effects? OK， 我看它的definition type plus minimal type plus implementation。我们可以用the bind operator， 就是请问你用那个？我自己有。我们可以看它的 bind， 或者这个呢，它是 monad composition， 叫做Lisewski composition operator。OK， 所以我们看它的定义，我看这个定义，我一点都看不到任何 state 的需求，我一点都看不到任何 side effects 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 state， 也应该不是side effects。OK， 然后它是不是像一个墨西哥肉饼？因为你们有没有听过吗？摸它有点像墨西哥肉饼，有一种开玩笑。可是我觉得，它一定不是像一个 state， 不是 about state， 它一定不是 about side effects。可是有可能是像一个墨西哥肉饼，因为你看这个 operator， 它看起来像一个 fish， 是吗？它叫做 fish， 所以其实可是也不是，因为burrito 它里面的那个东西是牛肉或者鱼肉或者豆子，不是 fish， 所以应该也不是 burrito。我是觉得我们讨论完了，我们想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这边可能是跟 model 这个概念很熟，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想 model， 我觉得我们想集中这个 composition 它的功能。为什么 monad makes composition of effects of computation possible？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有 define 这个 bind operator 或者fish operator， 因为我们也可以 define fish operator 它就变成一个 monad。如果它还是符合一些 monad laws， composition left identity 等等。可是然后我们可以集中我们想要做的一些计算，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值，我们的 value 是怎么从一个计算到另外一个计算继续 ，OK？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很 formally， 我可以用英文读这个事情，是 informally monads promote modularity and code reuse by encapsulating often used computational strategies into single blocks of code that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many different computations。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 composition，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 abstraction。一种简单的 abstraction， 把它加上另外一种 abstraction， 就是说组合，是可组合性的事情，拿到比较复杂的或者复合的比较 complex program，OK？ 就是可是呢，真正的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会只是有那个 state 就好了，就可以解决那个 state 的问题。问题是什么？真正的编程它是包含不同的 layers， 不同的层。比方说，我们需要跟我们的 database 资料互动，是吗？或者我们想使用一些 upstream APIs， 其他的在网上的 APIs，OK？ 或者我们有自己的一些 business logic， 这个 business logic 包含一些 configuration， 或者它可以 throw exceptions，right？ 所以是很复杂的事情，那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想使用不同的monadic services 或者不同的monad， 同样的时候，使用不同的 monad 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用 monad， 我们就会丢掉一些很重要的好处。就是 composition 的好处。我没有介绍这个部分，就是说，比方说，如果我是什么意思说 composition 不只是可以好看的 code 或者方便。想问一下 composition 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 ？OK， 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在 Haskell 或者在一个 pure functional language composition 那么重要？因为在 Haskell 我们没有 statements，OK， 这是一个事情，我们没有任何 statement， 我们只有 expressions，OK，expression 有什么特性？它一定要传回一个 result， 它一定要 return 一种 value，OK， 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我们不能保证the execution order，we cannot guarantee the execution order of the program， right？But可是我们用 composit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一种 order， 一种程序，一种 flow， 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看这边，为什么在这边 composition 那么重要，或者那么有价值的？你看，如果我们有三个函数，每一个的那个性别，每一个函数的 type 都是一样的 ，maybe string，right？很笨，很 stupid， 没什么用。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做一种 composition， 就是说 function one 方块用那个 fish operator compose 跟 function 2 function 3， 因为它们每个都是 maybe string。如果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传回的值是 nothing，OK， 如果它们 return nothing， 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全部的 computation 马上就会 short circuit。short circuit 是什么意思？它如果方块是 nothing 的话，方2或者方3就是被丢掉的，传回的值就是 nothing，OK， 就是 short circuit。这是 maybe 的功能 ，OK，maybe 的怎么说？特性。你看 state 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 maybe 用另外一个方法用 maybe， 可是 state 呢，应该不行嘛 ？state 是一个 monad， 如果你不是用它。做一个 monad， 那就没用，为什么？你看这个 do state， 我们的性别是 state，
integer int，OK？所以我们可以做这种composition 不断，就是说我们的 state 的值变成1，然后 modify 加1，然后 get 就是查这个 state， 这是 composition。如果我们这边不能 compose 这个，就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 monadic state，OK？ 我们不能做用 monad 做 state。就是说，因为有 composition， 我们可以拿到或者100%使用the power of monad，OK？ 或者 the power of the implementation。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OK， 我不是说这是可能马上就可以了解。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我那个认识到什么程度，就好奇说，这样讲我就说，如果用手写的话，也可以做到一样的功能。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用 stem 或者是用这边的那一门这样子？OK，其实不是需要。Monad 的历史大概有多久？是在 computing 的话，在 computer science 大概29年、28年。一个意大利人 Moji 是先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有 Philip Boulder， 美国人就他有出版还有 publish 很多 paper，OK， 让那个 FP community 开始感兴趣 Monad。之前有别的方法，那 Haskell 它到1996年才开始使用 Monad，OK，the standard prelude，the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才用 Monad，OK，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是 Monad 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还有 testing Monad 会比较容易，可是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原因比较多，我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很熟 Monad， 可是因为我们在讨论 Monad Transfomers 的时候。这是一种要求，至少我们有一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 Monad， 今天想 Monad 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会想composition，OK？ 我先OK， 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的 base，OK？ 就是我们的 Monad。然后我们会发现什么事情？我问了一个问题，是需要不同的 Monad 同时一起使用。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这是非常简单的例子 ，OK， 一种 login shell，OK， 你希望 user 可以用那个 command line login，OK， 所以我们有一些函数，比方说 read username 或者 read email， 还有下面有 read password，OK， 每个都是一样的，但是在 I/O，它的 context 是 I/O， 因为我们需要就是的 main 函数，可是因为它是使用那个standard input，OK， 然后为什么它是 make string？ 因为可能我们的 input， 我们的输入是不对，或者是 not， 或者没有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是所谓的 do notation，OK，do notation 其实是 composition 的一种 mechanism， 一个 strategy。可是在这边没有 composition， 我们在这边没有 composition， 为什么？因为看一下，我们请 user 输入他的 username， 然后我们看他的 username，OK，username 是什么？我们就 get line 是一种 string， 我们看一下他的 string 是不是超过5个 character。OK， 如果它是5个 character 那就可以了。如果不是5个 character， 如果是5个 character 下面就不行，就我们 return nothing。OK， 所以我们这边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 maybe username 是不是符合这个需求？如果它是 nothing 的话，我们 print invalid 不行嘛，就结束了。然后如果它是 just， 如果有符合这个需求的 username， 我们继续吧。然后我们要查他的 email， 他输入的 email 是不是有 nothing 或者有 just？ 如果有 nothing 又是不行，如果有 just 我们继续吧 ，OK？ 所以这样子，然后我们到最下面的他的 username， 他的 email， 跟他的密码都是对的，我们不是对，都是
validate，OK，我们可以把它 log 一下，OK。可是你看一下，每一个层，我们都需要手动的 manually 查一下这个值是不是对的。你们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这件事情。跟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很简单的方 1、方 2、方 3很不一样的事情 ，OK？ 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丑？我们这边只有很简单的 data type， 就是 maybe type signature，maybe IO，maybe string， 很简单的，可是已经变成这种事情 ，OK？ 这个叫 triangle of doom， 所以对，因为呢就像那个Hope Hell 是吗？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这里有一个原因。虽然我们平常会用 bind， 是用 bind 写 bind 的 definition， 为了 implement 一个monad instance，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使用 join。join 是什么 ？join 是有点就是monad 的一种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做一种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结构、我们的 structure 改变一下 ，compress our structure 是什么意思？monad join 就是有一种 monad n， 如果我们是有 monad of a，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m of a， 是吗？所以如果是 just one，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just one。OK， 可是呢，如果我们有两个 monad f and monad g， 是吗？然后比方说 IO of maybe string，OK， 然后要怎么办？我是用那个 join 的 example， 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要，就是这边是我们里面的 monad。然后这是外面的 monad， 所以我们要是用 join compress， 不是 compress，reduce， change 改变我们的结构。可是我们的结构是什么 ？f of g， monad f of monad g。我们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join 的 operation 是 monad n of monad n of a， 是吗？会不会看得到这件事情？bind 大家知道怎么把一个同样的 monad reduce 一下 ，OK？ 可是如果是不同的 monad， 这是不可行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monad。因为比方说，我要跟你们说 ，OK， 我们可以把 make just one 变成 just one。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 just one， 所以我们可以用 pattern matching，OK？看一下这是不是 just one， 或是不是 nothing。如果是 just nothing， 就变成 nothing，OK？ 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可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知识的话，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如果有我们知道一个 monad 的怎么说？我们知道是什么哪一个 monad， 比方说这边我们不知道 monad 的 f 是什么，是一种 monad，OK？可是我们知道另外一个 monad 是 monad 是 maybe， 我们就可以有一种知识，我们可以使用它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可以看这个 ，OK？ 它是一种 monad f inside of m，OK？ 就是它 constructor 是一种 f，rank f of m，就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是不是有 nothing。如果它是用 nothing， 我们就 return f of nothing。如果它不是 nothing， 如果是 just， 我们知道在里面它有一个 f monad， 里面有 maybe monad of a，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 f of m of a 有什么东西。如果是 nothing， 就要 return nothing。如果是just a， 我们可以 return just a。所以因为有这个知识，我们可以。这个因为我不会找到我自己，你说的是不对的吗？算不太对，那个 f 是不是没有用到？
F 没用到不是 ，OK， 这是一种我想说一下，这是一种 pseudocode，OK， 我没有错，这是一种 pseudocode， 因为其实我想给你们看是这个 ，OK， 我想给你们看是这个，这是真正的 implementation，OK， 这是因为我们会不了解为什么有 Monad Transformer， 可是没有比方说 functor Transformer，OK， 因为如果我们 compose 两个 functor， 这个结构还是一个 functor， 可是两个 Monad compose 在一起，不是一个 Monad，OK，OK， 所以这是一种 pseudocode，OK， 这是一种我只是想给你们看一个例子，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知道一个 monad 是什么，另外一个是 polymorphic，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写一个 monad， 拿到一个 monad 的 instance， 这个就是 transformer，OK，transformer 是一种 monad， 它的功能就是它是一种方法，可以给一个 monad 加上新的多一些功能性。OK， 它平常是用是一个 new type 写它的定义 ，is defined with a new type。在 Haskell new type 没有什么标准 runtime any additional cost， 所以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所以它的 constructor， 比方说我给你们这个例子 maybe t， 它的 constructor 是 maybe t， 然后里面它拿一种 monad m， 在这个 monad m 里面是一个 maybe data type， 所以这个 maybe t 就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拿一种另外一个 polymorphic 任何的 monad 给它加一些maybe 的功能性。那这边就是它真正的 implementation，OK， 我们可以拿到这种 data type， 为什么？因为 bind 的 definition 就是我们开始跟 maybe f 是一个x 到从 x 到 maybe t 的函数，然后 x 是我们的函数，是我们的 maybe t， 所以它是这么组合起来的。我们看一下 ，maybe t 是一个 wrapper，OK， 我们需要这个 wrapper，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wrapper 就没有办法refer to this data type。然后我们看一下，在那个OK， 因为它是 maybe t， 在这个 do block 就是我们在那个里面的 monad， 所以我们把这个 maybe t 是用 run maybe t，run maybe t 是一个 accessor， 这个 accessor 可以让我们拿出来里面的 monad 的内容，所以我们把 run maybe t x， run maybe t x， 然后我们可以拿出来这个maybe data。如果它是 nothing， 我们就 return nothing。return nothing 就是说就是这个 maybe t of the 里面的那个 base monad， 然后我们的 maybe。如果它是 just y，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的函数apply to 这个 value。然后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函数 apply to this value， 它的传回的性别是 maybe t， 是这个 block 不是 maybe t， 这个 block 是那个 m monad 的 block，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run maybe t。这个事情我不是希望你们现在会，如果你们跟那个Monad Transformer 完全都不熟，我不是希望你们会了解这个事情，我只是想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可能需要自己写，自己想出来，自己写，所以我只有给最简单的monad maybe t monad 的例子 ，OK， 只是希望你们会知道它在里面是什么。OK， 这个呢，是那个 login shell example， 就是这一次我们是用
那个 Monad Transformer maybe T， 所以我们那个 read username、read email、read password 的 type 是 maybe T IO string，right？ 这个 monad 叫做base monad， 因此我们是跟 base monad 开始，因为那些我们知道的 monad， 有那个一种问题的 monad， 就是我们的 base monad， 这个简单的 monad 是我们的 base monad。然后那个 maybe monad 那个打入新的功能性的 monad 叫做 precursor monad，OK， 所以它是 maybe T IO string，OK， 里面它是很像，就是我们也查一下那个 string get line， 然后我们查一下 string 是不是超过5个 character。可是看一下这边，我感清楚了，为什么？这是 IO， 所以我们这个 block 都是 IO。我们把使用 run maybe t，run maybe t 的时候，我们可以经过那个里面的 monad。不好意思，我们用 run maybe t， 这个 value 就是说，这个都是 maybe t， 这个都是 maybe t， 所以我们在这个 maybe t 都可以用这些函数 read username、read email、read password。可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写 bind 的定义，我们可以使用 composition。do block 是一种 composition， 意思是如果这个 user the value 是 nothing 的话，它每个不是，如果 read username 传回 nothing 的话，这个全部的事情都 return nothing。你们了解吗？我会清楚吗？因为它在这边会传回maybe t，OK，maybe t composition 就是说它有 maybe monad 的功能性 ，maybe monad 的功能性，如果我们 compose 不同的 maybe 的 monad， 如果一个return nothing， 就这剩下来的 computation 就不是没有 run，OK。所以我们的 return value 是 username、email、pass。如果这个都是我们的 maybe creds、maybe credentials， 然后我们就可以需要用一个 one case check。我们看一下这个 maybe creds 是不是 nothing， 如果是 nothing 就写 login deny，print login deny。如果是 just UEP username、email、password， 我们可以把它 load 一下。这是因为maybe t 是一个 monad， 所以我们可以用 bind， 我们会拿到 composition 的好处。OK，maybe t 不是唯一的 monad， 不是每一个 monad transformer， 有很多，我们也可以写自己的，有一些 library， 比方说 transformers library， 它已经帮我们写这些 monad transformers，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使用它们的。我只想给一些例子 ，OK。我不会给你们看他们的 implementation， 希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写，可以学很多。所以比方说有maybe data type， 它有 maybe t transformer variant，OK，maybe t 是 just a 或者 nothing， 那 maybe 是 just a 或者 nothing， 那 maybe t 是 m of maybe a。either EA 是 left E or right A，OK，left 跟 right 是 type constructor，是 constructors，然后 either T E and A 是 M of either E or A， 所以这个 monad 它在里面有 either E or A，writer reader 是writer reader 跟 state monad 它有 accessor functions，OK， 所以就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省。就是为什么 maybe 它是 M maybe A， 然后 reader 是 R M A。OK， 为什么 reader 是 R M A？ 这是好问题，因为 reader 跟 state monad 它们是一个比较特别。
它里面的值不是简单的值，它是一个函数。reader the type run reader 可以换一支笔。啊，不好意思，他们一样的。下面的是可以。这样。OK， 其实我在这边有不用写。Reader RA， 但是the value inside is actually the 函数 is a function R from R to A 不一样，因为这边我们只有 A， 但是在这边是从 R 到 A， 就是它的 implementation。Reader 它让我们读取外面的那个环境或者 config 或者什么 immutable data。一种 data， 我们使用 reader 是因为我们想要强调这个 data 是不是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只要读取它的。这个 data 是从外面来的 ，OK， 我们的 global environment 来的。state 也是这样子，它也是一种函数 ，s AOS，AAS and tuple ANS，OK， 当然在这边，这个 reader t 跟 reader writer state，reader t 跟 state t， 就比较不一样，就这是要注意的事情。那个 m 是在那个 tuple 外面，应该还是不清楚是吗？就是为什么他 maybe 的时候他把 m 放在外面，然后 reader t 的时候他把 m 放在里面，就是 r， 比如说 m， 然后 m 把 r 打到 r to a。m 然后 balance， 然后里面是 r 到。我懂你的问题。有人想要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这就是它的 implementation。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OK， 因为另外一个方法是这么做，我们可以放那个，是因为它，是吗？你用那个 research， 按 research， 然后才会这个样子。他有自动，但他是自动的，高峰，他知道他突然就跑到这个画面，因为他学后接的，可是他拔掉再插进去。放在例子会比较清楚。因为你用 reader 是你要给他一个。OK， 我觉得我会回答一个问题。config， 那你可以随时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就是跟其他的这个。OK， 可以了。我觉得
这边有这一波人。OK， 我觉得我会回答你的问题。我有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子 ？OK， 就你之前有没有用过 state monad， 还是有用过什么 ？OK， 你看我们的 state monad，OK， 其实它是一种方法，可以 track state 是用一个pure way，OK， 因为你是用 state monad 的时候，你是做不同的 compose 不同的 computation， 然后你就是说你改一种很长的一种函数，如果它是 lazy 的话，很长的函数，然后它的 state 是在它的 closure 里面 ，OK， 所以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拿出来这个 state 的时候，你需要去使用这个 accessor function，OK，run state， x， 然后 some jet，OK， 这是你的 state monad，OK， 这是你的 state monad， 然后它在里面有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 s， 从 s 到 ans，OK。这个，然后这是你的 argument， 你的参数 ，right 是吗？所以这个 a 就是在这边进去，然后有这种 computation 然后出来的是那个 a 跟 s， 是吗？然后你问我为什么它这边是 s of mas？ 因为如果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这么做，如果是 s 到 m ans，OK， run state t， 所以呢，你拿到这件事情，你有一个 argument， 你还是可以 run 这个函数，是吗？因为它是一个函数。它的 return value 就是 m ans。如果它的 m 是在这边的话，在外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函数，是吗？是不是说的对？或是你想的那个，你会希望 m 都出现在输出的地方。因为输出的地方还是你拿了，就是你在用的时候收集了一堆资讯之后，那你自己在输出的地方还是你可以动手脚。对，那你可以把其他的看成就是刚好没参数，所以 m 就看起来好像装了大小。然后那两个是有参数，所以就会出现在函数的return值的地方。如果它是 m 在那个 m 里面有一种函数。你就没有办法直接让这个函数，因此这个 s， 它是一个 lambda， 这个 s 在里面。reader monad 就是 reader t 也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好像也只有先要记得。OK， 因为待会我们想要接一些 Monad Transfomers stat， 就变成比较难，所以我希望你们先有记住。OK， 最后的事情，哇，你们会不会累？这边这个部分最后的事情就是一个 question， Does the order of Monad Transformer method
OK， 另外换句话说就是 can monad transformers commute？ 我这边是什么意思？我的一个 transformer 是 state t as maybe a， 你可以看这边 ，state t as m，m 是一个 monad， 是吗？另外一个是 maybe t， state as。maybe t 一个 monad， 对，这个两个 monad 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是不是一样的？其实它们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看第一个 maybe let's state t as maybe a， 看一下这个 type。如果你是用那个 accessor function run state t， 你拿到的是什么 ？s maybe yes maybe as 对吧？那这个呢？ State as maybe a。OK， 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这里。如果这个 maybe 是 nothing，OK，the return value 就是 nothing。我们也没有 a 也没有 s，OK。这里呢 ，state as maybe a。 大家，如果你把在这边用 run state 是用一个 argument， 你拿到是 maybe a s，OK， 所以你还是有这个 s， 就是里面可能有 nothing， 所以意思是 monad transformers 并不是每一个 monad transformer 可以公平。monad transformer 的问题，我觉得是人家讨厌 monad transformer 的问题，就是说这边我就两个 monad， 可是你会遇到一些 monad transformer stack 就是说它会有很多 monad 放在一起，然后了解它们是比较难。可是我有一个方法，我可以自己找到一种方法，我可以比较容易visualize 它们，所以我可能可以把这个事情你们先分享。比方说，我们有一个 state t OK s， 然后 maybe t 里面的 monad 是 maybe t， 不好意思。 maybe the IO OK， 所以这边有三个，或者 state t s maybe the reader t r OK， 来想一想，但是它的 return type 到底是什么？会很难。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比较容易知道。
是什么？这个也是一种 pseudo，OK，pseudo 等于说，这是一种 trick，OK， 我自己喜欢使用我的东西 ，OK， 我这边会写 state t，OK， 我在外面的monads state t of s， OK， 然后可能在下面我有什么？可能有 maybe t， 然后有 reader， 然后在最下面有 IO，OK， 所以我在这边会写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它的 return value 是什么 ？S and A 是吗？然后 maybe t 是什么 ？maybe something，OK， 因为它这边它的这边它的看，是 star of star，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 reader R。M or something，OK， 我们这边没有 reader， 然后在最下面有一个 IO，OK， 这个在最下面的 IO 就叫做 base monad， 所以我们的 IO 就是 base， 我们的 base monad，OK， 然后我们现在要拿出来这个价值，就要开始把它 unwrap，OK， 在最下面是 state sn， 所以我们需要 run state t，OK， 然后 run maybe t， 然后 run reader t，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价值会什么？会变成什么？这个 m 就是 IO，OK， 然后所以我们用这边有 IO of something。因为它是一个，它不能改变什么东西，所以这是 reader， 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的，所以 IO of something， 然后呢这边也是 IO。等一下，我自己看这个所以你是要把reader t 后面那个 n 换成 IO 吗？你是要把reader t 后面那个 n 换成 IO 吗？等一下，我来，不好意思。OK。OK， 在。OK， IO M，OK， IO 这个 M 这个 monad 是 IO，alright， 所以我会这样想的，从下面到最上面，IO or something， 这个 something 就变成这个 IO something S， 然后 IO maybe A S， 所以这个的 return type 是 IO maybe A S， 我们在这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放在这边 ，OK， 所以 S M maybe A S， 然后这个放在这边，然后我们的 M 是 I O， 所以它的 return value 是 M of maybe A S， 它是 M of something。M 是 IO， 所以 return value 是 IO maybe A， 不好意思 ，maybe A S， IO maybe A S， OK， OK， 再一次，因为这个有真的，我就是有点事情搞不清楚 ，OK， 可是再来很多 state， 所以 state B S and A， 最后 return， OK， 等一下，我待会再详细的事情，不好意思，我不想现在让太浪费你们的时间，因为可能这个是有点难做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先继续。OK，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可能20分钟，现在我想开始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journey，OK， 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知识改一种东西，这是一种演习的部分 ，OK， 我会帮给你们看怎么改一种简单的app， 一种简单的程式，使用我们的 Monad Transfomers， 所以希望这个时候一些 familiar 你们说的东西会变成新的，或者是新的东西变成熟的 ，OK， 所以我有选择一种 app， 我有选择一种 server side framework，OK， 听起来很复杂，可是我可以给你们看，这并不会那么复杂。也是有几个原因为什么我想选择这个 ，OK， 这个会比较好，有3个原因，一个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一些 server side frameworks、web frameworks， 比方说 Sinatra，OK， 或者 Express， 或者我们知道这个 server 是怎么使用的，所以这应该不是新的事情，然后改一个 server framework，它是一个例子，因为它需要不同的 services， 不同的 service layers， 还有它是一个 composition 的一个例子。然后第3个事情是，如果你们发现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很有用的 follow up resources， 我待会给你们看这些 resources。所以如果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不清楚，你们还是可以多一点了解。OK， 所以我们要改一个 server，server 呢，它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是吗？它的架构，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有一个 request， 是吗？我们是跟一个 request 开始，有一个 request 来了，它进去我们的 app。然后出来的是一个 response， 是吗？在那个 app 里面，我们会有一些逻辑，或者我们也可以跟 database， 资料库或者跟一些 API 沟通 ，OK？ 然后我们的 app 需要做什么？它需要收到一个 request， 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 route， 可以处理这个 request。它可能会需要改一种，所以我们有 routes， 有一种 config environment， 还有一种 state，OK， 一个 update state 是什么东西？一个 update state 我们可以说是它的 routes，user 写一种server side app。
它需要 define， 它需要定义一些 routes 可以处理这些 requests。所以在这个 first iteration，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这个 app 的架构。OK， 我们可以先跟它的 types 开始，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开始。我开始想说这个是像Haskell 的 Scotty package。Haskell 有一种像 Sinatra 的server-side framework。我这边的 code 就是有点像它。所以如果你们了解这个，然后会比较容易了解 Scotty。OK，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 types？很简单的开始，我们的 request 是一个 string，OK， 然后我们的 response 一开始也是一个 string，OK，然后我们有一种 type application 就是拿到 request， 处理它出来的是这种函数，处理它出来的是一个 response， 然后我有一件事情叫做 middleware，OK， 这个 middleware 会比较复杂，因为它是从 application 到 application。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看 middleware， 它可以拿到收到你的 request， 然后它需要决定它要做什么，它要马上 return， 或者它要叫另外一个函数继续处理这个 request。我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一种很酷的概念，有点跟 transformer 有关系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很酷，在这个 server application 里面。然后我们的 app 有 state。OK， 我们的 state 就是 routes， 这个 state 包含 routes， 这个就是 Haskell 的record syntax， 意思是这是 constructor upstate， 然后它只有一个 parameter routes 是一个 list of middleware，OK， 大家都知道 middleware 是什么东西。OK， 然后我们的 upstate the type of 我们 upstate 就是一个 monad state monad。为什么是一个 state monad？ 等一下我快要给你们解释一下。OK， 所以我们的 app 它会有一些routes，OK， 或者一些route handlers。route actions， 我叫他们 route actions。这个 route action， 比方说我们有 route action 1、route action 2，很简单的，它先收到一个 request，OK， 然后return 一个 response。我在这边有写一个新的一个简单的 text response helper function， 它就是帮我们改一种text 一种 string，OK， 这个 string 就是说我 request 是什么，我们的 response 是什么。OK， 所以比方说这个 route action 它会call hello from route 1，OK， 很简单的 string response。这个呢是 hello from route 2。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任何 route 可以处理这个 request， 我们需要有一种 app not found route，所以它就会说 hello from default route 404这种东西。OK，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用那个 state monad， 为了 track 我们的 routes， 我们在这个 app， 一个 user 可以 define 它的 routes， 是用一种函数叫做 add route，OK，add route 就是加一个 pattern， 比方说 one pattern 是什么？就是像 URL， 如果我们的 request 是 one， 它就是用 route action 1来处理这个request。如果是我们可以加另外一个 route 就是 two， 如果 request 是 two， 它就用 action 2处理这个 request。OK， 很简单的。我待会可以我要解释 add route 的函数是什么。然后我们的 my server our app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upstate， 我们是用一种东西叫做一种函数叫做 exit state， 用那个 my app 就是 upstate monad， 然后给它一个空的list routes 的 list，OK， 所以你看这就是 composition， 每一个 call to add route， 它就会更新我们的 state。
所以我们 call 这个函数之后，我们的 state 就包含2个 route。然后呢，因为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不是要改真的 server， 我只是用一种 user loop，OK？、所以我待会可以用那个 upstate 给 user loop， 我们就会 loop 一下。然后 main 就是 my server called with my app，my app 就是我的 state。等一下我先给你们看，但是OK。等一下。但是不是，但是在这边，哦，不是，因为我们有 zoom 一下，所以看不出来，怎么 zoom 到？OK， 我们要录可能OK 的。就那个 aspect， 遥控器的 aspect。OK， 我待会可以做这个。有一个 aspect。哦。这样。对。我们 back to 这个。OK， OK，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 loop，OK， 你们看得出来吗？它是我 awaiting request，OK， 如果我给它一个 request for one，OK， 我的 request one， 它就我们说 request one response hello from route one，如果写一个没有的 request something hello from default route，OK， 如果我写 two。就是 hello from route 2，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loop，OK， 就是大家就是模拟 simulate 一个 server，好，所以这个 add route 的 function 是什么样的 function？add route， 它就是使用 state 的 modify，OK， 它是 modify，然后它再 call 一个 add route function， 这个 add route，OK， 它 call 一个 add route，那这个 add route 的函数就是更新那我们的 upstate， 它是用一个 routes
这是更标准的那个 state model，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 route 函数。这个 route 函数就是在我们的是 call 在这边，给它那个 pattern， 我们要 match the pattern 跟我们的 action， 我们的 route handler，OK？ 然后这个函数呢，它会先this function takes 2 parameters. The first one is a string. 这第一个就是 string， 就是我们的 pattern， 我们的 request pattern。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request response， 就是我们的 route handler。然后呢，它的 return value 是比较特别，就是 middleware， 意思是我们的 upstate， 结果呢它会包含 a list of middleware， 我们在这边加一个 middleware。这个函数，我觉得这是非常酷的事情。它跟另外一个我接下来要解释的，是一种很有意思的 pattern，using recursive pattern。recursion 跟这个呢还是使用curry， 因为它这边呢，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它先要可以看它的 pattern， 这个 action 的 pattern 是不是我们收到的 request， 如果是这样子，它就让那个 action call 跟我们的 request， 就 return type 就是我们的 response。可是如果它不是的话，它就 call 一种 try next 函数，它是在这边defined。这个 try next 就是下一个 route 跟 request， 所以下一个 middle 会决定它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个 upstate 在哪里使用？在一个 run my app 的函数。这个函数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解释，但是很酷的事情，它是一个 fold，OK， 所以是一个 reduce type of a function。它拿一个 default handler， 就是我们 route not found 的 handler， 跟我们的 upstate， 然后它做什么？我希望你们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有意思。它是一个 left fold，OK？ left fold，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它拿一个函数 ，left fold 拿的函数的 type 是 B to A to B，OK？B to A to B， 然后它拿一个 default handler value，default handler 跟我们的 routes。OK， 每一个 route 是什么？每一个 route 它是 middleware， 是 middleware。那 middleware 是 application 到 application 是吗？然后这第一个是我们的 default route。default route 是 request 到 response， 所以它的 type 是 request 到 response 是 type application 是吗 ？OK， 所以它是 type application。然后呢，所以如果我们的 routes 有 A、B 跟 C，OK， 每一个 route 是 application 到 application。然后我们的 default route 是 D， 所以这个 fold 会做什么 ？fold 是怎么进行的？它先把 B 是吗 ？B，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是 function application， 在 Haskell 是 function application， 就是说argument x apply to function apply argument x to function f。它呢，可是这边我们用 flip， 所以我们 flip the argument order， 所以我们把 B， 然后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 list， B
A。哦，不好意思，这是 D， 不是 D， 这个 D。C，OK， 所以它是这么进行的。先 A， 我们要 call A with D，then 我们要 call B with the result of this，then call C with the result of this，OK？ the type of D 是 F。The type of A， 因为它是我们的 middleware 是 F to F， 对吗？所以我们可以 call 这个 function。我们有一个 function F to F 跟 argument F， 如果我们 call 它的话，它的 result 是什么 ？F。当然了，这个两个在一起是 F， 所以它变成 F，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call 接下来下一个middleware 跟这个在一起，就又变成 F， 然后再变成 F， 所以这个 return type 是 F， 然后 F 是什么 ？request the response， 是吗？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 call 跟我们的 request， 就它是一个 chain。Result 是 response， 对吗？所以我们可以 fold 一些比较复合的函数。我们在那里OK， 所以这个呢，the result我这边好像是这样子是写错了。它的 result 是 application， 所以我这边 run my app， 我们是用 not found， 就是 request response， 给我们的 upstate，the result is request response。如果我们把它 call 跟 request，result 就是 response。OK， OK， 所以这些我们的 server 就是这样进行的，是用 recursion。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加Monad Transformer。我希望我刚刚有介绍的事情是一种 context， 是一种背景。我们可以开始看一下加 Monad Transformer 是怎么样的。OK， 就是这个500个波比 ，right？ 这我们的问题是它是一个 string， 没有什么exception handling。当然这是不能发生的，一定会有一些例外我们需要处理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iteration 可以加一下exception handling。在 Haskell 有一个 data type， 它更适合 exception handling， 是哪一个 data type？ 有 maybe， 可是它会 return nothing， 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发生。可是它有另外一个叫做 either。OK，either 可以给我们 left 或者 right value。left 就是 left of A or right，left of E or right of A。所以我们会知道有什么 exception 发生的。我们的 type request response 还是 string， 所以没有什么改变。application 还是 request 到 response，middleware 还是 application 到 application。然后我们会 define 一个 action type， 我们的 action type 会改变。action T 会变成 either some kind of error， 一种 error 或者 response。OK， 我们的 error 也是很简单的，只是一种 string。然后 state 没有改变，所以唯一一个改变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 route 可以 throw errors。OK， 目前它只有一个 monad， 就是 either monad， 可以给你string result， 可以给你 right result， 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 return 一个 string action T 是 either action error or response。或者我们可以 throw an error， 就是说 some kind of error 可以发生的。然后这是一个好机会解释一些 monad classes。比方说我们有一种 monad error class。这个 monad error class 它包含一种功能性，可以帮我比较方便处理一些 errors。OK， 它会 define 一个
the type for the throw error and catch error。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 call throw error 的 function， 它会 return 这边，比方说 either for either the implementation for either， 如果我们 throw error， 它就 return left。OK， 这就是一种 shortcut， 一种捷径，可以帮我们表达有例外发生。然后它也给我们一种 catch error 的函数，它的 type 是 ma 到一个函数 e to mova to ema to ma， 意思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left， 把它让它回去我们的 program flow，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left 跟 catch left 跟 error 跟一个 handler with the exception handler， 那个 exception handler 就可以处理这个 error。如果是 right 的话，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 return type 是 right。OK， 然后呢，这边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样的。一种变化是在这边。我们加这个 route， 之前我们这边会 call action 跟那个 request， 之前我们的 return type 是 request response， 所以就是简单的 response 我们是需要的。可是现在呢，它的 return type 是 either，OK， 所以我们是需要处理这个 either， 它有两个情况 ，left 或者 right，OK， 如果它是 left， 我们就 call error 跟那个 error 跟那个 left 里面的 error， 如果是 right 就是恢复这个不是恢复，传回 return 这个response，OK， 这边呢我可以 abstract over 这个事情，我可以写run action，and then 把这个 action 或者写一个 handler，可是先没有这样写，这边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样的。所以唯一一件事情我们有改变是我们的 route handler 的 type， 跟这边我们需要写我们需要unwrap 拿出来 either 里面的那个值。OK， 第三个 iteration， 现在我们在想我们的 route handlers 每一个都会收到那个 request 是一件从外面来的事情，我不想要改变它，所以这是一种好情况，可以使用哪一个 monad reader monad。现在我们的 request 是跟我们没有什么 configuration environment， 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的 app 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会parse 这个 request， 比方说拿出来 parameters，OK， check the params 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处理它的，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个 reader 的功能性，然后我们的 action type 会改变一下。因为我们加了 reader 的功能性，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 monad， 一个是 either， 一个是 reader， 所以是好机会可以开始用一个 monad transformer。OK， 我们有 either t monad， 可是最近有一种 monad 是叫做 except t， 是比较有同样的功能性，就是比较更新的，比较现在比较常使用的。except t 跟 either t 是差不多的事情，它里面它的 precursor monad 也是 either， 所以对，所以这个 request 我们现在可以从外面读。那现在我们的 route action become action t， 为什么 become action t？ 因为这个 request 之前我们是explicitly call 它从外面，它是我们的 argument。可是现在呢，我们是用reader monad 的一种服务叫做 ask。ask 是什么 ？ask 就是是一种怎么说？一种 service 可以帮我们read 外面的我们的 global environment。所以现在我们要拿到 request 就要使用 ask。可是 ask 是哪里？它是 reader 的功能性 ，reader 是在下面，我们怎么会拿到里面的 monad， 在我们的 stack 里面的 monad 一个它的服务？
我们需要用一种事情叫做 lift。lift 就是什么 ？lift 就是一种方法，可以把一个下面的 monad return 跟那个我们的 type。请问我们是什么时候要结束？没有很如果我还是有大概15分钟，还可以吗？OK， lift 就是 monad trans，monad trans 是另外一个 class， 它的目标就是让我们lift the computation， 就是说使用下面的 monad 的一些服务，让他们让我们有机会从这个上面的 type 比较方便的使用。它是什么事情？它是把一个monad m of a and return t of m of a， 就是说它 wrap 这个 monad， 它加更多 structure wrap 在这个 monad 上面。比方说 maybe t， 它是怎么 implemented？ lift 就是 ma to tma， 所以它的 implementation 是 maybe t composed with lift and just， 它就是它的 type 就是 maybe tma， 这个比较不容易了解，所以这边可以看比较清楚。The type of maybe t 是什么 ？m of maybe a to maybe tma， 它拿it takes m of maybe a and returns maybe t of m of a。OK， 然后 type of lift and just 就是它把一个 monad of a， 然后 return monad of maybe。所以如果我们把 monad m of maybe a call with the constructor maybe t， 我们就会得到 maybe t。lifting 在这边 lifting 为 ask， 其实它的 return type 是 reader， 所以我们需要 lift 把它 lift 一下。我们更高的一层 the higher layer which is action t。 OK， 所以我们有改变我们有加上 reader t， 所以我这边要做这个变化。throw error， 因为我们的 accept t 要 throw error 的 implementation， 所以这边不需要做什么变化，它就可以throw error with 这个 message。然后这边呢，我们之前我有跟你们说，我们return type was either action error or response， 所以我们需要先使用 either the helper function 把它拿出来我们的 response。可是现在我们可以 abstract 使用一种 run action 的一个函数。run action 是什么？run action 就是一种写这个函数是一种很有用的 pattern， 因为它让我们hide 这个 implementation detail， 它是一个 wrapper function， 它里面包含什么？它拿我们的 action 跟我们的 request。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action 有没有 throw error，OK？ 所以我们用 catch error 跟我们的 error handler。我们的 error handler就是它拿一个error， 就是我们的 action error which is a string， 然后它 return action t。OK， 所以我这边就会 return 一个 string， 它说 oops， 然后 error。OK， 我们的 error。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例外，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打开这个 transformer stack。先我们 run accept t。我们run accept t 之后，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一个 reader monad， 下面的一个 reader monad。所以 reader monad 是一个函数，里面是一种函数，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argument。它的 argument 这就是我们的 request 就是我们的 environment，OK， 就是那个 ask return 的事情。然后 run reader 后面我们会拿出来那个 either action error or response value， 所以我们需要
用 either 拿出来我们的 response string， 所以它的 return type is response，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transformer stack unwrap， 这是平常使用的一个 pattern，unwrapping，OK， 这个会不会清楚吗？不会吧？是吗？因为我们的 type， 我们的 type 是 except t，except t，e，m，a， 是吗 ？except t，e，m，a，alright， 所以我们里面的 monad 是一个 reader， 所以我们先要打开的时候，我们先要打开 except t， 然后里面收到的是一个 reader， 我们要打开的 reader，OK，reader 是一个 function，reader 里面是有一个 function， 所以我们用run reader 跟这个 request，OK， 所以我们拿到的就是那个 either， 是。那他这样子一定是 right 的吗？在这边的，你是说在这边？对，应该不用。是，它这边应该不会在这个 code， 它应该不会发生什么这个部分不会发生意外。对，你说的对，因为这个对，因为它这边一定会 return 一个 run， 是吗？可是这个 type 是 either， 所以我们还是要打开它。OK， 我不需要写这个 const error，OK， 我可能写 either ID，OK， 因为它在这个情况下，它应该每一次都是 run，OK， 你说的对。可是我只是有这样写，因为如果你的 code 还有另外一种事情会发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例外。OK， 所以另外一些东西都没有改变，只有我们的 type 跟那个 run action 在这边的，所以我觉得改变没有很大。OK， 可是现在呢，我们的 response 是非常简单的，是一个 string。OK， 平常如果是真正的 application 的话，我们需要做很多东西，才可以 return 这个 response。比方说，我们需要 change headers，OK， 或者我们有一些 middleware， 它可以继续改变这个 response。所以呢，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加一个 monad， 就是 state monad， 因为我们的 response become 一种 state， 在这个 action 里面的一种 state， 我们会继续改变它，继续更新它的。所以现在我们想要加一个 state monad，OK， 所以我们要改变那个 reader 变成 reader t， 所以我们的 type action t type 变成 except t action error。reader t request state 那 response， 它就会处理这个 response， 然后因为 state 的 return type 是 s and a，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然后最后面有一个 a， 就是第一个改变，另外一个第二個改变就是在这边，我们现在不是直接 return 一个 string。我们是用 modify 是来自state monad 的一种服务，所以我们可以 modify 这个 response。如果我需要用 lift， 再次使用这个 lift， 可是现在呢，我使用的 lift 是2次，因为它的深度不只是一层，是2层，因为第一层是 except t， 第二层是reader t， 然后第三层是 state，OK， 所以我需要 lift。第二次 ，OK， 对比方说，如果我还是要继续改变这个 response， 如果把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string， 如果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 object，OK， 我可以在这边多加一些 modify， 我可以改变它的 header， 我可以改变另外一些东西，然后这个throw error 都没有改变，然后这边。
routes 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已经 define 这个 run action 就是 unwrapping， 它的意思是我们在 unwrapping 我们的 monad， 所以我们只会看那个 run action。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拿出来，从 state 里面拿出来这个价值 ，OK？ 所以我 run reader t 后面还是要exit my state 或者 run state。我在这边用 exit state， 我只想拿到那个 request value， 因为像你说的一样，这边应该不会发现这个部分不会有 left value， 所以我不用管它。然后我的 error handler 也需要 lift， 因为 error handler 我现在我的 response 在 state 里面，所以如果我想return 一种 response， 我需要 modify 它，我不会直接 return 那个 string。OK，so 现在我们有exception handling， 我们可以 read 我们的 environment， 就是 reader t，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 response 是 state t。然后可能有一点事情我们还是缺乏，就是 I/O，OK， 就是那个传统的 long-term methods 的事情。比方说，如果我们想要使用 database， 或者其他的 API， 我们需要 I/O。所以现在我们的 request， 我们的 action t 有改变，我们继续加那些 transformer， 我们再加什么？我们的 state 变成 state t， 当然是吗？然后它拿 response， 然后它的 state t 里面的 monad 是什么 monad？ 是 I/O monad。I/O monad 让我们接触外面的世界，跟读一些side effect。OK， 然后 application 的 type 也有改变，因為現在我們的函數，你們記得我之前有跟你們說那個 monad 那個 base monad 是 I/O， 我們 return type will be I/O， 因為這是一種功課，如果有人可以看一下，為什麼我沒有 state IoT transformer， 因為在 Haskell 我沒有辦法從 I/O 拿出來一個 value， 所以如果我們的 stack 是包含 I/O 要放在最下面，然後 return type 是 I/O。在 Haskell 你没有办法做 I/O 的 pattern matching，OK？I/O 是一个 abstract 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如果一个 computation 是在 I/O 里面，它就永远会在那个 I/O 里面。对开发者来说的话，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return here application return 它不是 response 是 I/O response 是在 I/O 里面。你看，我们继续改那个，我们继续加更多一些功能性。可是另外一些东西。大部分就没有改变。我们刚加的 I/O 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它有一种专门的 lift， 它的 lift 叫做 lift I/O。为什么？因为 I/O 平常会是在最下面，可能这个最下面是更深。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都要做 lift， 它会让我们很累 ，OK？ 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有一个 class monad I/O。它让我们 define 一种函数叫做 lift I/O。这个 lift I/O 可以让我们直接 call 一些 return I/O 的函数。比方说，如果我们的 monad transformer 是 maybe t，OK， 就是它的 implementation， 它的 lift I/O 是 lift I/O， 为什么？因为那就往下开一个。对，因为比方说我们要 print，OK， 我们要 call print， 我们需要 call lift I/O 跟 print，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那个里面的 monad， 所以要达到 maybe t 那个最外面的 monad， 还是要 lift 一次。这边我们有一个例子 ，OK。这个 action t 现在有 reader state 跟 I/O，reader 是第二个单，所以就有一个 lift， 然后put string line 或者 print returns I/O， 所以我们需要用 lift I/O， 只有一个 lift I/O， 然后我们的 state 是第三层，所以我们需要 call lift 2次，然后 throw error 又没有改变，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改变，这边也没有。
也没有变化，只有 run action 我们要更新一下。怎么更新？它的 run action return type 现在是 IO response， 我们没办法 return response。现在我用一种有点不一样的方法，run flip 跟 run state t。run state t 的 return type 是 A 跟 S， 所以我们的 state 跟我们的 A， 我们的 S 是我们的 response，A 是 left 或者 right， 所以我在这边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 error， 是不是 left， 如果是 left 我就return error， 如果是right 我就 return 我们的 state， 我们的 response，OK， 所以它是 IO response，action handler 就也是这样子。OK， 所以因为那个run my app，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application 现在是request 到 IO response， 我在这边想要 print 我们的 response， 需要用 bind，OK， 因为 response 是在这个 response 这边的 response 是 IO string，OK，IO string， 所以我需要把 IO string bind with string line， 我才会 print 这个 string， 因为它是两个它是 IO monad， 这边它是 IO monad response 是 IO monad， 然后 with string line 是一个 string 到 IO monad unit，OK。所以这个好像是好多工作，是吗？So your question, I guess, is it like so much work that takes us to write it? Well, there takes some work to do all those lifting, to write those lists and to remember. But there is a way that we can. 不好意思，我发现开始讲英文。不好意思，OK。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避免自己一直都写 lift。写这样子 lift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会让我们累，然后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它需要我们知道哪一个层是在哪里，不只是需要我们的知道，我们也在很公开的跟我们的那个 user， we are revealing the implementation details, right？我们跟他说它是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未来有改变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问题。所以有一种pragma 就是 language extension 叫做 generalized new type deriving。这个看起来有点可怕，可是我们可以 define， 因为之前这个 action t 变成很长。我们之前只有 define 它的 type， 现在我们 create our own type， 用 new type 像一个其他的 transformers，OK， 我们现在在决定要 create 自己的 transformer， 所以我们叫做 action t，OK，and 我们 define 一个 run action t 一个accessor function， 然后如果我不用那个这个 pragma 这个 language extension， 我需要自己写每一个 monad state、monad error、monad reader、monad writer 的 implementation， 这个会需要很多时间。可是如果我们需要这个 extension， 我在这里没有写的，在我的 source code 我放在 GitHub，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可以 run 这个它让我们 derive 一些 instances，functor、applicative monad， 然后 monad IO， 还有 monad reader、monad state、monad error。所以我们这样写这个一行，我们会很快就拿到它的功能性。有什么？它会给我们什么 profit？ 什么好处 ？What's the advantage of this? The advantage is first， 第一。我们不需要再用 lift。你看，这边我用 ask， 它的 return value 就是 action t， 我不需要再用 lift。
put string line 我还是需要用也是用 lift IO， 因为它是 IO。可是其他的 modify 其他的服务不需要用 lift。这样子的话，我的 user 他不知道他下面应该有什么。我待会可以改变它的type signature， 或者它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他们不能知道。所以你看这个突然就看起来我觉得很干净。我们可以为什么它是好用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都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不好意思。第一，看这个 action T 的 type signature， 我们知道它会 throw exception，right？ 因为它的 type 有 throw exception， 它会通知我们会发生这件事情。它有一个 reader， 意思是它会 read 我们的 environment， 它会拿这个 request， 可是它并不能改变它 ，OK？It will not mutate the request， 这是 read only value，OK？Reader 就表达这个意思，它是 read only。State 表达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response 会改变，但是我们要改变的 state，OK？ 然后 IO 它跟我们说这个 action 会做一些 IO， 所以会有一些我们不能cancel 的 side effect。然后我在这边可以很简单的使用它的服务，我可以用 ask， 我可以 print， 我可以做一些 IO， 我可以 modify state。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这是 magic。OK， 怎么可能我写一行就写一个字就它有这些功能？可是它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改这个transformer type。然后其他的都是这样，unroute 这个一直都没有改变，从第一个 iteration 这个都是这样子。routes 我们只有改这个 type action T type， 因为我们的 route color type 有改变，然后就是 run action， 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只有那个run action 这个 wrapper function 有改。所以虽然这个会看起来很复杂，跟我们的 action type 会看起来很复杂，我们 wrap it， 我们 abstract it， 所以从外面看不出来这是那么复杂的事情。就是我也不觉得这个还是说那么复杂。只是它的功能性更多，对，然后这是我们的 loop。OK， 所以我有讲很快，可是现在是。我可能就是在这样子一层一层 monad 中间，我们不能有两个 monad 是相同的。好问题，你会，这是 monad 的一种，你可以说是缺点。因为如果你有，比方说同样的 state monad，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对，但是这样说，如果你有两个 reader 在里面，那它对，然后它会 call 哪一个 reader， 它会 return 在哪一个层。对，这是一个问题。你可以有两个 reader， 可是然后你需要写一个分开的separate 函数。比方说，如果一个 reader 是 read environment，OK， 它的功能是 read environment， 另外一个是 read 什么？其他的东西 ，read 一个是 read x， 一个是 read y， 你可以写一些 helper function，read x 就是 lift， 这个 read y 是 lift。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还是一定要有 lift。对。你可以定义自己定一个自己的 lift， 然后它会就是你呼叫它就是固定会 lift 3层，一个6层。你就是没办法直接像。对，因为 compiler 它不知道。写完以后你就用起来就是 ask 跟另外一个 ask。但是不知道是它会不知道是哪一个，你想使用哪一个 reader T。compiler 不知道，可是你自己会写，然后你只需要记得，不是写 ask， 就是写 get something，get environment 或 get something， 可是 get environment 下面是 lift ask， 懂意思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OK， 那你们会觉得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变成东西，让东西变成很复杂，有什么好处？其实它有一种好处。可是你们要你看得到它的好处，要先去要看Scotty 真正的 implementation， 如果OK，
OK， 你们有听过hook 或者 package 是什么 ？package 是 Haskell 的package对对repository 对，当然是 repository。OK， 所以我这边的 implementation， 我跟你们介绍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跟真正的 Scotty 一个真正的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非常像。OK， 可是我们的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们的可以很容易 extend 变成跟它有那么多功能性。比方说，我想给你们看，请你们看这个。你想要念出来？太小，可以放大吗？放大吗？可以看，不好意思。Can you zoom on just this part? Can you zoom on this part? Yes. Is it possible to move? Okay. OK， 我不知道从后面有没有看得出来。OK， 你们可以待会可以有时间可以去 package 看一下。Scotty 它也是使用一种 action T 一个 transformer， 跟我们改的非常像。OK， 可是我之前有说那个server 是一个机会，一个好的例子，因为它需要它是一个 good composition 的 example。Scotty 有很多不同的函数，比方说 request 或者 headers， 或者request 就是它可以让你 access the request data， 或者 param，OK，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些函数 return type 都是 action t，action t，OK， 不管是 param， 还有其他的，比方说 JSON， 让我们的 response 变成 JSON， 或者加一个 file，OK，upload 一个 file， 它的 return type 都是 action t， 所以呢，我们意思是在我们的 route action， 在我们的 route handler，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些函数，所以比方说现在我有些 ask， 我有拿到 request， 如果我继续加一些功能性，我可以只是写 param。它的 return type 已经是 action t， 因为 param type 可以read my environment， 在我的 environment 里面就是比方说 request parameters 的data，就是说这个 action t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 action t 的功能性是很多很复合的，我们可以把它们 compose， 我们可以 call 这些 function 来改我们的 response。或者拿到一些资料，像parameters 或者其他的。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时间，你们可以看 package， 看 Scotty， 这是 Scotty trans， 就是它主要的功能性。如果你看晚上你们看 Scotty 的 tutorial 什么资料，你们可以看得到它一直在 call params。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个 user param 或者我知道 page param，OK， 或者 product param 是什么，它一直都 call 这个 param， 然后我拿到这个 param， 我可以
处理我的 response， 然后我想要我的 response 变成 JSON 或者是 code JSON， 它的 return type 都是 action T， 所以我们可以更容易的 compose 它们。OK， 就是把那个前面那个 info 拆掉哪里面的东西，然后怎么都 wrong， 有人喜欢用 up， 所以那个是对，你的本身，哇，那种比较像是 computation 感觉它用 wrong 如果像是，如果 maybe 就有人会用 up， 有点像是说，就他会计算嘛，就启动机器，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那种感觉，但是那名字没有规定这样子。那比较有差的就像那个 state 的话，因为它有3种可能，就是你可能 A 跟 state 都想拿，或你可能只想拿 A， 然后你只想拿 S， 只想拿 S 它就用 excuse， 然后只想拿 A 就叫做 eval， 它两个都要就叫做 wrong。那个就你可以都用 wrong， 然后自己把其中会丢掉，就是它一直帮你丢了。那个我觉得最刚开始学的用 wrong， 反而程式会难懂。因为我对那个 essence 没那么熟，那我就会用写完整的，然后就是等号左边写成一个 pattern 这样子。你那个前面有个 data constructor， 那个肚子的部分其实就是用完后写的是。OK，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outro， 我想讲几句话。有一个美国总统他说了，如果有人给他一个工作，给他6个小时要拆一棵树，砍树，他会花4个小时模拟他的副图。OK， 我们在这边有花1个半小时。我并不是希望你们会了解，如果是对你们有这种希望，我应该是骗自己，因为这不是我的目标，不是让你们完全了解这件事情，可是给你们一种方向。是啊，因为这些东西要真的认真的写一些写它的 definition， 它的instances， 自己写它的 instances， 然后这些抽象的跟 concrete things 可以合起来，我们才会看得懂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what next？ 如果你们觉得在这个话题里面有任何东西你们感兴趣，不是全部，有一些东西，我有一些推荐，你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是你们可以试试看自己写maybe either T or state T。State T 比较复杂，或者 reader T 的 instances， 所以the bind implementation for those Monad Transfomers， 这是一件事情，它会让你们了解这个 state value 在 state T 是什么is threaded in what way。另外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看 Scotty 的 documentation and package。OK， 因为你们现在知道 action T 是什么东西。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framework 是什么样组织起来的，怎么相建的，或者你们可以开始使用 Scotty， 或者是看一些 tutorials， 在网上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很仔细的 tutorial 叫做 Redo Scotty， 他会给你们介绍，跟我这个今天做的很像，先一种。simple application， 然后大概再介绍 Scotty 的 implementation。在 Scotty 这些 transformer 有很重要的意思，所以了解 transformer， 为了了解 Scotty 是一种需求。然后呢，如果你们喜欢transformer 的话，还要继续学，我推荐看 parsers Haskell 的 parsers。是很有名的，是很强壮的一些 libraries， auto parser 或者 parsec，parsers 在下面
parser type 是一个 Monad Transformer type，包含 exception handling， state， 你们可以看这个东西。然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 IoT transformer， IO transformer 有什么原因？对，就是这样子一些意见。谢谢大家都坚持跟我在一起。抱歉，这是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演讲。我想承认一下我自己，我也不是专门的开发者，我是自己学的，可是我的爱好。可是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给我们。谢谢。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我想问就是刚刚那个 run monad， 它是跟着 new type 来，还是说那是我们可以自己定？只是刚刚那个写法是哪一个 monad？ 就是你的 monad 都会带着一个 run monad 的function。对，它是一个 accessor function， 因为我们怎么会如果有一个 monad， 对吗？它是一个结构，然后你对你感兴趣的价值，你感兴趣的值在里面，你怎么会拿出来这个值 ？OK， 你可以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用 pattern matching，OK， 比方说 case x of just x 或者 nothing，OK， 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拿出来这个，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helper functions， 比方说 from maybe or either， 或者你可以写一个 accessor function。就是 run state t 或者 run action t， 这样子你有一个 action t type， 你知道你可以用 run action 跟它，它是一种 pattern， get action 或者 run action， 是很常用的，还可以看得到很清楚。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你应该是说，不好意思，你是说这个吧？对。他问说可不可以不要跟看起来机器，另外写乱当然了，你不一定需要因为 new type 跟 type 什么不一样？因为是用 type keyword， 它是一个 alias。OK， 它是一个 alias， 比方说我写 type request equals string，OK，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我可以 refer to this type。可是 new type 就是一个新的data type，OK， 它 statically is a 新的 data type， 因为在 runtime 它不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不一定要这样做，可是如果你没有你的new type。然后没有加这个 deriving clause， 你需要加那个 lift 或者那个是用 Monad Trans 的 lift， 才你觉得是问题吗？你有问题吗？对，那个我在看到这你的例子里面呢，其实，在前面几个例子中，其实你都知道，那 application 主要就是 request to response 的一个函数，然后到后面才把 IO 加进来，然后所以说所有的那些 side effect 全部都发生在那个 middleware 里面，没有，其实都发生在 action 里面。可现在 action 里面的 side effect 也就是立刻就把它给消掉了，就把它全部都打平一遍，全部都把它给 flatten 掉，变成 string， 变成 response。那我在这个 design 有什么理由吗？因为我自己想象中，我会想要觉得说，如果要谈 side effect 的话，应该是 application 会是 request to a monad of response。然后之后，然后那个再想办法用 class decomposition 把那些 application 给串在一起。OK， 你觉得这个方法会比较？好像比较像，对，好像比较有，比较像你说，比较像你要 model 的东西。有可能是，可是我在这边，我的目标是不要让这个东西太复杂，然后因为我想集中这个 Monad Transfomers stack。
这样子我的这个 function， 到那个第5个 iteration， 它都没有做什么 I/O， 但另外一个 I/O 就是因为我们在 main call 它的，所以因为这个 request 是从那个 standard input 来的，所以在那边有一点发现一个 side effect。可是待会呢，我们的 action 一开始没有什么是 pure， 是完全 pure， 所以因此它没有I/O。你可以看那个 Scotty implementation， 它有做像你说的一样，它用一个 end response， 它一直都是用 end response， 因为它是一个 polymorphic， 我在这边有 concrete I/O， 所以其实最后的 implementation， 我们有 request end response， 在 Scotty 它其实是 end response， 它原因是因为 Scotty 是用WAI 是吗？跟那个 warp 那些。你知道吗？哦，因为这 Haskell 的 Web Application Interface YAI，OK， 它是一个 framework， 它让我们真正的 server， 它真的是用这样的，像你说的一样，它是 request 到 end response， 所以这个 monad 是 polymorphic，OK， 可是待会然后呢，它的 types define M to be I/O。我在这边不想要让它太复杂，所以我是用I/O。我在这边写 I/O。如果我在这边没有写 I/O， 其实它也是可以的，因为那个 compiler 应该这边，它会知道 compiler 会知道，因为我的 action T， 我在这边有放 I/O。在 Scotty 这个 I/O 也是 polymorphic， 它的 action T 就我应该它原来没有 define 就是 I/O， 所以你说的是对的。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个问题，我想那个请问一下，说你在实际上的用途中啊，有哪些你碰过的 algorithm 或是其他的 application 会用到不止一种 side effect， 像是说可能有 state 有 reader， 或者说有 state 有 maybe 这种的。你是说在production application？ 还是什么？我自己写的一些 web application？ 好吧，如果说是那个是你，如果是 productive 的 application。不好意思，我这个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不是专门的开发者，所以我只是会跟你说，在这种网站，我们有写什么 commercial application program production application。或说什么 algorithm 的？不好意思。或者说是某些 algorithm。因为其实我自己会需要做那个在做许多种 side effect 合在一起的时候的研究，然后我要找一些例子，然后结果就发现说我找到的 algorithm 之中，其实很少有 algorithm 会用到许多个 side effect。可是你要注意哪一个问题？是觉得哪一种问题？没有，我现在能够有碰到过的是有 backtracking algorithm， 那它就有 non-determinism and state。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找不到什么其他例子，所以想问问看，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例子是会用到不同的？我觉得可能你可以看 parsers，parsers 他们它也是一个 transformer stack， 它也有 side effect， 当然了，它也是用 backtracking 的。对，也是 backtracking。是，你可以看 parsers， 我可以现在回答你，可是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很好的，我没有想那么深，谢谢你。还有吗？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待会可以可能在我们的 meetup 可以写我的 email 跟放我的这个 application， 还有你们这个 presentation， 这个 PDF 你们可以。也看那个这个 simple server 那个 simple server 的 GitHub code，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 run 它。我不好意思在这边比较看不到，所以因为自己太小。谢谢你们，谢谢。